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1月6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381.48，收盘价是410.4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11.88，最低价是在379.45。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32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当日的成交量是9542.33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9 倍量缩。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上反转。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略有缩小，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向空头趋势转变的动能在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月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后的反弹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震荡上行，然后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也回补了这两根 K 线之间的缺口，然后呢，股价是继续上行，是突破了5日均线值，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顶部。那当日股价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那么出现这样大幅的上涨股价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都将预示着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表现。但是不足之处就是当日的这根 K 线，它的成交量虽然较之前是抱有大的成交量，但是相对于前一个交易日呈现的是量缩，所以出现这样价涨量缩，那在接下来一根 K 线很有可能股价会出现回档。那当然反弹的条件是要有要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高开高走，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反弹。如果反弹上方20日均线值是在421到425之间，还有12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428，那这两个位置呢将是股价上行的强压力。那股价一旦出现回档，下方的支撑就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是在380附近。好，那么对于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我们给出的结论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是低开低走，将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的走势。好，这是 K 线信息。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371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或者是出现反弹。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一个是在380，另外一个是在391。而实际在1月3日收盘价是在410.44，股价是出现了大幅的反弹。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不仅在点位上相差较大，同时呢，当日的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好，那么股价目前是出现了反弹，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对于1月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465。站上这个位置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
那么目前股价已经出现了反弹，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那接下来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的压力位是20日均线值，在我们刚刚说的是在425附近，还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是这根 K 线的最高428，然后上方还有一个关键位置就是450整数关口，那正好呢也是在这个缺口附近。这是股价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的压力位。当然还有一个压力位，就是在1月6日如果出现低开低走，那么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高412也将会成为一个强压力。好，这是第一个目标，然后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488.54，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那站上这个位置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一波新的上涨，也就是这一波回档结束，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上行，来继续之前的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目前股价出现了反弹，那么1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将成为前低，但是呢，我们先不调整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也就是目前股价如果出现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仍然把它设定在327这个位置。那跌破这个位置，就是要瓦解目前这个特斯拉股价这一波涨幅的长期的多头趋势。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373，也就是1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将会是一个强支撑。对，强支撑不代表不能被跌破，强支撑我们指的是重要标志。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那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好，当然继续向下的支撑就是这两个缺口。好，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那第一个目标327，如果被跌破，股价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第二个目标就是309，然后是下方的239，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月6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1月20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373附近，那么在1月3日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那么到了1月6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402到406之间，我们取5日均线值的下限402。好，那么我们把这个观察线移到402，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在盘中，如果股价能够继续留在5日均线值上方，那么股价呢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它的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尤其是如果出现低开低走，然后遇5日均线值而不能突破，然后出现反转向下，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测试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也就是测试380这个位置的。好，那这是我们关注402的目的。好，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好，对于周 K 线图，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2月30日当周，也就是跨年2025年的第一个交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长下影线的实体小红 K 线。
那么这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这样的线型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吊人线，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锤子线。那吊人线和锤子线这都是变盘的信号 K 线。那如果这样的线型处在股价下跌的底部，那它是变盘向上的信号。如果是处在上涨的行进中，或者说是上涨的顶部，那它将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么这根吊人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我们会看到是在之前天剑线之后，这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天剑线。对，那么在出现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之后我们会看到在12月30日当周又出现了一根含有长长下影线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也就是前两根 K 线上方有压力，然后在这根第3根 K 线下方是有强支撑的。那么日后股价能否继续反弹，或者是否能够确认这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呢？取决于股价日后是否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那这根 K 线的最高呢是在428这个位置，也就是日后股价如果出现反弹，收盘价能够站上428，那么将会确认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也就是股价将有可能会变盘向上，继续上行。但是接下来一根 K 线如果收盘价不能够站上428，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呢将会有继续回档的走势。因为我们从K 线信息解读连续2个交易周出现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也就是出现止涨的信号 K 线，然后在第3根 K 线我们会看到收盘价不仅是跌破了前面 K 线的最低，同时也跌破了5均值。那跌破前面 K 线最低，也就是确认止涨成功，那么股价将会开启下行，同时收盘价又跌破5均值，又跌破前低，这将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下行。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它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增，所以虽然含有长长的下影线，但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读的时候给出的预测信息。我们预测在2025年第一个交易周收盘价会收在480，如果是收在高位的话，那如果是出现回档呢收盘价会在370附近。周中我们要关注的是前面这根天剑线的最低是在415。那我们会看到实际在2025年第一个交易周其实我们会看到在最后的周4的时候，收盘价还是在这个372、379附近，是在这个位置。那么股价在周中一直是在观察线的下方运行，对，因此很有可能会收在低位。但是在周5最后一个交易日股价被大幅的拉抬，留下了这样长长的下影线，正好呢收盘价在我们给出的观察线的下方一点。对，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的信息的回顾。那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我们给出的预测是，如果股价出现继续反弹，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445附近，也就是会在这个位置。我们调整水平线。好，
如果股价收在高位是在这个位置，那如果股价出现继续，也就是出现回档，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392附近，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好。好，392。好，那么在周中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高428，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周中啊，股价如果能够一直维持在428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将很有可能会继续反弹，也就是在周中啊，它会在5均值上方运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收在高位，但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如果在428下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或者会出现横盘向下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是没有任何仓位的。那在1月3日收盘价在410.44这个位置，股价是出现了大幅的反弹，收盘价不仅站上了前高，也回补了突破了上方的这个缺口，同时又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但是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所以对于多头来讲，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是不可以进场的。当然也是如果原来有仓位的话，也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好，那这是我们说的多头。那么多头什么时候才能够进场呢？在我们K 线技术上来解读，就是股价只有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之后，那么我们才可以考虑是 K 线和成交量的情况，然后我们才可以考虑再次进场，或者说是对于目前这样一个空头趋势啊，我们认为只有股价突破465之后啊才能够考虑，否则在这个之前，我们所有的多头进场都会把它称作叫强反弹。而强反弹应该是快进快出，对，所以呢，目前对于多头来说，在这个位置，在技术上我们是不可以进场的。好，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上方的428这个位置，就是12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其实呢，20日均线值其实也是在它的附近。那空头目前一定要守这个位置，当然这也是多头一定要突破的位置。好，那么空头的目标现在就是下方的373，对，那373也就是前低，这个位置如果再被跌破，我们会看到上方有头低，然后呢这个位置再被跌破，下方就会有再次出现低，也就是继续确认这个空头趋势，所以空头的目标现在就是373。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月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我们把1月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定成压力位，就是412。因为如果低开低走啊，这个位置将是一个强压力。好，那么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它们的范围是从421到425之间，在这个区域。对，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428，第四个压力位是450，接下来的压力位是465，这是第5个压力位，第6个压力位就是488.54。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402到406之间。第二个支撑是
我们把它定义在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实体部分的中线在396，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400关口。那准确的说，我们定在396，这是第二个支撑。第三个支撑是380，前一日 K 线的最低。然后第四个支撑是373，接下来的支撑就是350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1月6日股价给出的预测啊，我们给出2个可能，是并列的，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我们先来说回档，如果是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406，其实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然后呢，下方最低会到达390，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95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0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也就是这样的回档呢，我们认为将会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对，好，那如果另外一个就是股价会继续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但是我们也不排除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406，上方最高会到达426，收盘价会收在418附近。出现这样继续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40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的反弹。有这样的继续反弹我们认为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它也是一个休息的 K 线。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1月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